大家好，这两只狗同时出现在这的原因呢，后来才知道前院出了一点状况，而已经11月中还一直有台风，勇敢又容易麻痹的台湾人呢，应该很快就会把它当地震一样习以为常，临危不乱了。这是结头菜与青花菜与高丽菜的进度了，都已经要进入中后期，也就只能处之泰然，顺其自然了，继续尽人事，听天命了。现在这位置的土壤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了，因为见识到百香果生长速度的厉害因此在2-3天前已经在下方先埋入甘蔗酵素的残渣了。除了用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外呢，也可以慢慢生出更多疏松的土壤。而菜园里的大多土壤有个共同特色了，晒干脱水后土壤就会变白，这种变化呢倒是跟田里的养分非常像毕竟土壤的成分中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自然养分对于喜欢吃或是种植小白菜的观众朋友，在经过多种品种的尝试后呢，紫薇小白菜是最受长者喜爱的品种，其中的原因是成熟后吃起来几乎没有纤维由于成熟时一颗就很有分量，所以撒种时可以酌量分撒，减少需要移植时的麻烦太过密集的话，再采用移植的方式进行疏苗。而若是空间比较小，想偷一点时间呢，也可以事先育苗，长大一点再进行移植现在撒种的时间是在台风来临的前一天会说对于台风麻痹呢，或是觉得这次台风影响应该不大，因为就连灌溉河道的水门都没有关，还是满满的水通常在台风来临前就不会进行放水或许这也是水利局的预判而特别利用在台风来临前进行撒种，主要是接下来的几天天气会比较潮湿这对于育苗成效会很有帮助而气象预报虽然说只会下1天雨但是1天的雨就足以让前院要停摆很多天因此就又说到后院来边整理边种植。现在需要浇这么多水的原因，除了要让下层土壤中的残渣缝隙进行填补也是要让下方多吃一点水，可以降温。这先挖起土壤堆置残渣后，上层的土壤大约覆盖了15公分的土壤小白菜的生长期短，根系也没有那么深主要的目的则是顺道进行养土，增加有机质。而这日前分批播种的8颗四季豆呢，很理想的全部顺利发芽。原以为少了一颗幼苗，却发现应该是被蝸牛啃掉1颗的菜叶出现这种现象时，在撒小白菜种子后的几天呢，一定要趁晚上再抓一下蝸牛，避免做白工小白菜对于蝸牛有致命的吸引力幼苗还小，蝸牛的伤害比台风强很容易一个晚上就会被一扫而光至于棚架的2颗丝瓜，在台风来临前呢，先对其中1颗丝瓜进行种剪这不是为了防台，而是要增加光照由于现在太阳的行进轨迹已经跑到偏南边的前院去这有屋檐挡住日照，加上晚上气温也降低了，不再需要浓密的丝瓜叶片遮挡日照
在没有光照的情形下，下方的作物生长太过于缓慢了，因此已经陆续进行移植到别处了。而这丝瓜虽然还会结果，但是土长的藤蔓实在太多，算是很闲的进行种剪，让它们再重新长叶啊。毕竟它的茎感觉非常粗壮啊，不过有先留一条后路啦。另一株则只是让土长的枝条变少啊，其他更多的后路呢，则是可以改种植皇帝豆、百香果或是苹果丝瓜，而种剪后也方便重新调整棚架高度了。毕竟这棚架已经使用了好几年，而这个台风虽然连续2天半夜下了很久的小雨啊，但是已经让前院土壤会湿黏好几天，就先来移植这些幼苗。特别的幼苗是因为上一个台风菜籽被泡到水啊，出现发芽，只好撒种进行育苗。只是目前分不清楚是娃娃菜或是包心白菜啊。而拿瓦跟隔壁小黑同时出现在这呢，原来是家家又成了脱缰野狗，挣脱绑绳了啦。似乎双双在提醒，确定要现在移植吗？这些幼苗是黑叶奶油白菜，生长需要大一点的空间，不进行移植的话，只会土长得越来越严重啊。趁前一晚下雨，不用再浇水就可以挖起幼苗移植啊。台风刚过呢，天气又比较阴凉啊，加上种苗又比较多，就先移植再说啦。只是这种苗撒的有点多光要把这些移植完，棚架下的空间就几乎要用光了。而这在丝瓜底茎旁的空间呢，土壤非常特别，上方全是隐分，移植时顺道慢慢拉近镜头，可以看得更清楚啊。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偷懒的缘故啊。甘蔗酵素的残渣没有掩埋，直接倒在土壤表面上啊。比较大块的甘蔗渣要移植前，则已经先挪走。由于丝瓜的根系在地底会钻很远除了不需要担心抢肥的问题，另外丝瓜虽然比较嗜水但是因为是采用垫高种植的方式就算浇水在此处呢，也不用担心奶油白菜过于潮湿怕的话少浇水也还好让丝瓜自己去旁边找水喝就好。至于这内部真的是奶油白菜种好种满了，除了日前移植的结球莴苣与茼蒿占用了一点空间其他空间都被奶油白菜用掉了。至于日后可再观察的生长现象，则是内外部的生长差别。靠墙位置几乎已经没有日照，顺道测试从低日照到无日照的生长条件呢，对于奶油白菜的生长影响由于小白菜菜籽指引大都说是整年都可以种植但是天气热时口感会比较不好。测试的意义则是棚架夏天有遮阳的效果，如果是低日照甚至是无日照都可以生长顺利，那棚架下在夏天时就可以有多一种作物可以种植隔日中午时间特别来确认一下日照可及的位置冬天太阳继续往南偏移，日照还会越来越低，而这种晚上下雨白天出大太阳的情形呢，对于叶菜类是很大的考验隔壁婶婶说呢，她撒种的菠菜已经长到6-7公分高连续2天湿热交替呢，菜苗都要趴下了。一次还撒了4-5包种子，真的是种很大。而因为是进入冬天，雨水会比较少，因此图个省事方便，将蔓延草改在种植草中间水集中在凹槽处，让一旁土壤慢慢吸附就好。最后，这是利用雨势前酌量分撒的紫薇小白菜。
小白菜幼苗2-3天就可以长出来了。一旁的四季豆生长的速度算很快因为藤蔓与叶片不像豇豆那么粗壮只要插根主管让它爬也是可以最后百香果摘除顶芽与侧蔓后，已经顺利开出第一朵花苞这也是为何再次将这渣埋入土里的原因期待可以再见识到一次奇迹。谢谢收看。